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是31号，然后我们打算拍一期总结我们这一年来住在泰国清迈这边的感受吧。年度总结报告，各行各业都有，我们也不能落下。我们是去年10月份来泰国曼谷1个月，甲米1个半月，然后来到清迈。以前也是短暂的来这边旅居过，住在清迈。我们不是都过了1年4季了吗？最喜欢哪个季节？我们其实之前谈过，我们俩都喜欢雨季。因为我们说喜欢雨季的时候还没到这个冬季嘛。到冬季的话，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个特别喜欢的感受。对，虽然早晚气温挺凉爽，白天还是很热，没有那个下雨时候那种特别漂亮的那个云彩。这个季节，早晚凉。不过有点干燥，对，还有天天游不了泳，基本上进不去泳池了。不过还是有些老外天天早上或者晚上进去游。其实我也可以，只是为了照顾你。生活费关联的，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过去10几20年都生活在韩国嘛，只能和釜山做个对比。我们不是那种记账的那种习惯，大概看了一下那银行支出嘛，差不多1个月除去那个房租4万泰铢1个月。就4万到4万5千泰铢1个月来回，还挺稳定的。基本上我们两个都是打车和点餐，我们两个都属于比较宅的人，其实没有比在韩国的时候便宜，也就这个水准，差不多8000人民币左右。说一下清迈的优缺点，我们先从缺点开始说一下。感受不好的就是那个基础建设吧，这边没有地铁，没有公共汽车，走路的话也对行人特别不友好。公寓建设我就一直不理解，他们的设计啊，每个公寓都是只有一个出口了。我们之前住的那个D Condo那边也是，那个商泰就在D Condo的后面，墙那边开一个门就1分钟的路程，我们还得转过去的话，差不多也得花个15分钟。网上我还问了，有很多种说法，说是因为法律问题，还有说是什么节约成本啊，或者是为了安全之类的吧。然后我还觉得有点不方便，就是网购很多东西买不到。我们在这边搬过来，然后添加家具的时候，也是大部分都是从淘宝直邮买过来的。我在购买体验上不好的就是跟商家沟通啊，跟商家沟通基本上就是他们会无视你，有些东西你买了，他们就不发货，过几天我问你也是就不理你，直到逼着你自己申请退款。对于女生喜欢买衣服的话，就是这边的品牌没有那种就是时下最流行的那个款式就算有的话也是少部分，而且那个价格相对来讲比韩国跟国内都要贵很多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这边买车的话就太贵了，有些我们之前在韩国开的那种迷你啊，这种在韩国其实挺便宜的，跟国内差不多的价格。我后面才知道他们的进口税高很多，所以价格非常离谱，就按国内差不多2-3倍吧，特别是那种德国的名牌车。然后我们现在对开迷你的人的眼光就变了，有钱人。二手车也是，因为就是新车价格也贵嘛，所以二手车价格也是。我们之前一直想买二手车了，选中了几个想买的款式，不过还是下不去那个手，感觉就不值得花这个钱买这个车。跟国内跟韩国比的话，感觉我们就是个冤大头似的。不过时间长的话，该买还是得买，就不能跟别的地方比，必须比。这边的饮食饭，那个饭量的话比较小。就女生来讲，可能我比较能吃，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比较小，一碗面10几块人民币。不过我要吃，真的就吃到很饱那种状态，可能得2碗。1.8米左右的男生可能要吃3碗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流浪狗、野狗那个可能就针对你吧。可能10个人里面能有1个1-2个害怕的。我在网上看还是有挺多人怕狗就是这边雾霾季大概要有2-3个月。我们也是今年第一次体会到了雾霾季，下一个雾霾季我们肯定要出去，不打算在清迈待了。可能在我们那个呼吸系统承受范围以外了。有那个监测软件嘛，清迈一向都是排第1名，从现在开始就空气渐渐不好了。
2月份就完全就疯了。对，还有一个就清迈的水质不是很好，我猜可能整个泰国应该都差不多。就我们每次都用那种 shower filter 嘛，对，过滤器。对，我们以前韩国用过，来到清迈用的时候就明显就有差别，速度变黑的那个速度就很有差别。缺点就说到这里吧，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缺点。我已经说的很多了，我们说一下优点。我最喜欢这边那个人文吧，泰国人整体比较友善，然后也挺热情的。他们都就性格普遍就是温和的，不急躁，不暴躁。然后我从来没见过，至少是服务行业我们接触到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会有不耐烦呐、翻白眼那种感觉。就是佛教国家嘛，好像他们的成长环境中尊老爱幼啊，对别人客气的那种，好像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吧。感受特别深的就是我第一次来清迈的时候，去那个周日夜市，这么多人，大家都是特别有秩序。我们在清迈也去过很多就是人特别多的地方嘛，从来没有碰到过就后面有人推你啊，或者是什么那种啊快走快走，就是那种没有。他们特别守那个社会秩序，感受挺深的。就是上次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我们在底下一嗨的时候也是互相每个人就一排一排的站着，那种人那么多的情况下，他们都还会腾出来人行道，让人走过去。在这边的话，穿衣真的非常自由的。就特别是女生来讲，来这边我发现很多韩国人也是来到泰国后就非常放飞自我。街上就是那个同性伴侣手牵手什么的，也没有人去过多在意。我昨天还在商场里看见2个男生，一个男生就这样，哇，就觉得还挺可爱。那种也没有人会去，就是不一样的眼神看。整体文化是包容的。我觉得还有一个优点是，我们不太喜欢大城市的那种氛围啊，就是那种非常集中在一起、高楼大厦、忙忙碌碌的氛围。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清迈，清迈虽然像个没有发达的县城市的那种感觉。不过这边该有的品牌店呐、苹果店、阿迪达斯啊、Uniqlo，该有的国际大品牌都有。农村跟大城市该有的那种便利都集合在一起。还有一个喜欢的是他们咖啡店多。在清迈的话，感觉就像去一个观光景点那种感觉。他们每个咖啡店都像艺术家开的。对，不光咖啡店呢，很多那种小摊贩呐，在集市里的那种摊位也是弄得非常有美感。看咖啡店也是一个乐趣，拍个照什么的也算是逛了一个景点那种感觉。还有一个优点是这边的节假日特别多。泰国人特别爱玩，我们可以去那边到处逛蹭他们的活动。虽然不知道他们庆祝什么，不过就是那种氛围，我们就非常开心。他们的就是各种软件弄得挺好，不光是打车软件，就是送餐，还有在超市里你要买什么东西的话，超市配送，可以自己想做饭的时候在那边点的话马上送过来，这个我觉得不比国内差。还有就是便利店711也是都能送过来，1.5升的那种便利店买过来不方便的，我们在那边买就都能配送。我今年开锁的新技能游泳，对吧？我也是，我之前是一直怕水，住的时间长嘛，就慢慢可以学，先下水开始。他们优点就是每个公寓都配泳池啊，还有健身房，就配套设施特别齐全。然后他们那个泳池管理特别好，不光是泳池啊，他们的垃圾房啊，一点异味都没有。这种走廊每个地方都是管理得很到位。我不知道是不是法律规定啊，他们每个公寓的职员特别多。应该会有配多大面积、配多少资源的规定吧。我们现在住的一个公寓就是一栋楼嘛，我们见过差不多也有10个人嘛，就基本上天天来打扫啊。我看很多保安在那边各种拍照，可能上传到总公司，他们有那种管理体系吧。公寓的话，依然是维持那个管理。总体来说，清迈是非常宜居的好城市，至少对我们来讲，目前为止住过的，我觉得是最满意的一个地方。优点大于缺点。我们就录制到这里吧，谢谢大家观看，请多点赞和留言。谢谢。好的，谢谢，再见，拜拜。再见，新年快乐。新年快乐。